一个中国淑女的精致日常。在城市的一角，住着一位名叫雨轩的女子，她就像一朵静静绽放的百合花，散发着淡雅的气息，是众人眼中标准的淑女。雨轩每天清晨醒来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喝一杯温水，那杯温水仿佛是开启她活力一天的神奇钥匙。她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个保温杯，里面的水温度刚刚好，这杯水顺着喉咙滑下，滋润着她的身体，也唤醒了她还在沉睡的细胞。可为什么她如此执着于这清晨的一杯温水呢？有人猜测，或许这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养生秘诀，又或许是与她过去的某段特殊经历有关。紧接着，她会走向厨房，从果篮里拿出一个苹果，这个苹果红得诱人，她总是轻轻咬下一口，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。她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，就像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。她的朋友们都很好奇，这个苹果对她来说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水果吗？难道是为了保持身材，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？还是因为曾经有人对她说过关于苹果的特殊约定呢？洗漱完毕后，雨轩会坐在梳妆台前画一个淡妆，她的手法娴熟而轻柔，粉底均匀地铺在脸上，淡淡的腮红让她的气色看起来更好，眉笔轻轻勾勒出弯弯的眉毛，口红的颜色也是恰到好处。化完妆后的她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女子，清新而迷人。但她为什么每天都要化淡妆呢？是为了取悦自己，还是为了等待那个可能随时出现在她生活中的人呢？当她开始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就会打开音乐，悠扬的旋律在房间里回荡。她拿着扫帚和抹布，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摆动身体，仿佛打扫卫生不是一件枯燥的家务，而是一场与音乐共舞的表演。她听的音乐类型很广泛，有时候是古典的钢琴协奏曲，有时候是舒缓的民谣。她这么做是因为曾经有一段与音乐相关的美好回忆吗？还是说音乐能够给予她打扫卫生的特殊动力？午后的时光，雨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。她会泡上一杯茶，茶香袅袅升腾。她坐在窗边的藤椅上，阳光透过白色的窗帘洒在她身上，手中捧着一本书，时而专注地阅读，时而轻轻抿一口茶。那杯茶似乎是她看书时不可或缺的伴侣。这杯茶里又是否藏着什么故事呢？是与某个人一起品茶读书的回忆，还是茶本身有着特殊的韵味，能够让她更好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？雨轩的这些日常习惯就像一个个神秘的小盒子，每一个都似乎藏着故事，吸引着周围的人去探寻。而她就带着这些美好的习惯，优雅地度过每一天，成为这个喧嚣城市里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。复习、跟读或静音后认读。一个中国淑女的精致日常。在城市的一角，住着一位名叫雨轩的女子，她就像一朵静静绽放的百合花，散发着淡雅的气息，是众人眼中标准的淑女。雨轩每天清晨醒来，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喝一杯温水，那杯温水仿佛是开启她活力一天的神奇钥匙。她的床头总是放着一个保温杯，里面的水温度刚刚好，这杯水顺着喉咙滑下，滋润着她的身体，也唤醒了她还在沉睡的细胞。可为什么她如此执着于这清晨的一杯温水呢？有人猜测，或许这背后有着不为人知的养生秘诀，又或许是与她过去的某段特殊经历有关。紧接着，她会走向厨房，从果篮里拿出一个苹果，这个苹果红得诱人，她总是轻轻咬下一口，清脆的声音在安静的清晨里格外清晰。她每天都要吃一个苹果，就像完成一个神圣的仪式。她的朋友们都很好奇，这个苹果对她来说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水果吗？难道是为了保持身材，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？还是因为曾经有人对她说过关于苹果的特殊约定呢？洗漱完毕后，雨轩会坐在梳妆台前画一个淡妆，
她的手法娴熟而轻柔，粉底均匀地铺在脸上，淡淡的腮红让她的气色看起来更好，眉笔轻轻勾勒出弯弯的眉毛，口红的颜色也是恰到好处。化完妆后的她，就像从画里走出来的女子，清新而迷人。但她为什么每天都要化淡妆呢？是为了取悦自己，还是为了等待那个可能随时出现在她生活中的人呢？当她开始打扫卫生的时候，就会打开音乐，悠扬的旋律在房间里回荡。她拿着扫帚和抹布，随着音乐的节奏，轻轻摆动身体，仿佛打扫卫生不是一件枯燥的家务，而是一场与音乐共舞的表演。她听的音乐类型很广泛，有时候是古典的钢琴协奏曲，有时候是舒缓的民谣。她这么做，是因为曾经有一段与音乐相关的美好回忆吗？还是说音乐能够给予她打扫卫生的特殊动力？午后的时光，宇轩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书。他会泡上一杯茶，茶香袅袅升腾。他坐在窗边的藤椅上，阳光透过白色的窗帘洒在他身上，手中捧着一本书，时而专注地阅读，时而轻轻抿一口茶。那杯茶似乎是他看书时不可或缺的伴侣。这杯茶里又是否藏着什么故事呢？是与某个人一起品茶读书的回忆，还是茶本身有着特殊的韵味，能够让他更好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？宇轩的这些日常习惯就像一个个神秘的小盒子，每一个都似乎藏着故事，吸引着周围的人去探寻。而他就带着这些美好的习惯，优雅地度过每一天，成为这个喧嚣城市里一道独特而迷人的风景。